股票下跌，如何找到启动的低点，发现地量地价？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哲讲技术频道。今天我们来学准确识别地量地价的方法。欢迎来到量学小课堂的第7讲地量双阴。上一次呢，我们讲了地量的一种识别方式，地量坐标。今天我们来到地量双阴的学习，如何通过两根阴线发现市场中的地量地价。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量学小课堂的朋友，可以在下方点赞订阅阿哲频道。现在开始，我们进行地量双阴寻找地量地价的方法。我们来看一下左上角关于成交量量柱的分类。在之前呢，我们讲过高低缩放4种简易的统计，但是成交量的一个形态其实有很多样。除了高低缩放我们笼统的称呼之外，其实再细分，你可以分为左上角7种量柱，分别是高量、低量、平量、倍量、梯量、缩量和黄金量。这7种量柱是市场当中短期量柱的变化表现。如果你能够把这7种量柱全都学通学会，那么对于市场当中短期成交量的异动，你就会特别的清楚，在短线、中短线方面量能分析就不成问题。而今天我们在高低缩放的低量柱当中再次延伸有关于平量柱如何去识别和发现。何谓平量柱？平量柱其实就是市场当中我们会偶尔发现的一种特殊的痕迹。其实你会发现市场当中的走势很多时候是不是有缩有放，有高有低。那平量柱呢，它的表现就在于它是2根成交量有时候是3根。今天的成交量和昨天的成交量基本上持平，基本上无法用肉眼去识别这种量柱的缩和放，这就叫做市场当中的平量柱。而平量柱的出现其实是很罕见的，基本上你很难去发现这种量柱的存在，而越是稀有越是珍贵。市场当中的平量柱，它其实就是资金在某一些特殊阶段关键点位的异动现象。而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大家所看的这个行情，在市场走出下跌的走势、调整的走势的时候，你会发现成交量其实整体来说缩放自如。但是到了某一个阶段，比如说这2根 K 线，这2根 K 线都为阴线，都为下跌，甚至发生了破位。而为什么这2根 K 线我们认为它属于异动，它属于地量地价，它是一个相对资金的潜在行为？因为它下方所代表的量能，你会发现在这2天成交量基本上持平，基本难以去区分。那具体这2根量柱的数值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只个股当中，在这一天阴线的时候，它的一个价格放出的成交量是6493万尾数呢是767。我们看一下第2天价格再次下跌，但是成交量呢，你会发现基本持平。那么是多少呢？是6477万，尾数531。你会发现在1000万的一个交易量当中，2日的这个成交基本上持平，1000万级别的交易，而它的一个成交量却只差了几十万，但是却是处于下跌的。2天的下跌，成交量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差距。好，那么这种现象的出现，我们就认为地量地价容易在此处形成，这种叫做地量双阴，也叫平量双阴，是资金的异动行为。我们往往会在次日短期收阳，确定本次低点成立，而后市场将会走出一轮相对不错的再次上涨。这就是平量双阴，我们的市场异动怎么去识别到资金在此处的手法。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面还有一个要求，大家注意了，平量它很少出现，但是不是说不代表不出现。我们要区别什么样的平量更加容易形成地量地价。首先，刚好我们所说的平量双阴，它一定呢是2根在下跌途中的阴线。注意了，是下跌途中，而不是上涨途中。下跌途中才会有地价，并且地量它的出现肯定是缩量的。所以我们会发现这2根阴量，它的成交量它不只是平量，我们要求它还是地量。那么怎么是一个地量呢？它要和前期的量能比，至少要比前方9成9以上的量能都是要低的。
都是要缩的，那么这样的平量双阴才是我们所要的一个异动的地量地价。好，那我们再用一个案例让大家巩固一下这一个条件。首先，市场是不是处于一个上涨？上涨途中出现调整，我怎么知道调到哪个位置它容易出现地量地价呢？在上节课程当中，我们讲过地量坐标可以去使用。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一种相对少见的平量双阴异动手法，资金如何在此处的下跌做出一个低点，而让散户离场，资金再次清洗浮筹。我们看到这里两根量柱，有一天，我们看到第一天这根阴量十日星，它的成交量是多少呢？是795万啊，这是一个100万级别。而你会发现第二天的成交量也是795万，一模一样。它的差距啊，一旦越小，基本上越是持平。你会发现就只差了那几万的一个区别。所以你会发现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呢？平量。那平量双阴出现了，再和前方比，你会发现前方的量能群是不是基本上就高于这2天的平量，也就有2天的缩量比它低，但前面基本上9成9都比它要高，所以它就是我们所说的平量双阴、地量双阴、地量地价。后续市场是不是收阳之后从此处见到一个低点，然后继续上涨？那么我们的一个实际操作，你就可以在这一根阳线确定收阳上涨的时候去买入，而以平量双阴的最低价格作为防守，而后市场只要不跌落，我们认为这个低点它会有一定的存在意义，并且它会有一个持续的价值。那么这就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底部交易手法。当然呢，我们最后有一个注意事项要给大家去相对提及一下，也就是实战的优化手法。我们会看到这一只个股很特别，我们说地量啊，特别是平量双阴特别少见，但你会发现这2根阴线它所对应的成交量，以及这2根阴线它所对应的成交量，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较罕见的一个什么呀？地量，包括我们前方这里所看到的平量。好，那么2处都有平量，说明这只个股肯定有资金操盘的一个迹象，有一个手法，至少短期有资金异动。但是你会发现呢，我们说出现平量双阴容易是地量地价，这里调整之后确实没问题，确实见到一个低点，股价后面上涨。那这个位置出现了平量双阴，它是低点吗？它也有低点，但是这个低点呢，只存在了3天，而后就被跌破了。你会发现地量地价所见到的地价，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有些可能能够持续1个月，都在地价之上，这种就有操作的价值。而有一些呢，可能只有短期操作的价值，它的意义呢就比较低。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识别它的价值更大的平量双阴呢？这里我们依旧来一个小的话题，也就是以前我们所讲的经常提到的一根均线。任何的交易你都要关注啊，特别呢是短线的这种量价的分析，你要关注的是它的短期量价变化之外，还有一个是它的空间、它的趋势。空间趋势，我们在21天短波均线当中有提到，这根均线呢就是21天的普通均线啊，注意了，就是21天的 MA。好，21天的 MA 在这一根均线上，我们放出来有什么用呢？我们要去做的就是你要找到21日 MA 的趋势。当21日 MA 走平和向上的时候，我们去用低量地价、平量双阴，效果会更佳，并且最好是相对来说在均线附近出现，或者说是回踩均线时出现，效果会更佳。而如果你发现它已经是出现了有效的 N 字形结构，跌破均线，反抽均线，再次下跌，这是什么呀？这是对于本次跌破均线的有效确认，它是一个趋势的一个转折的现象。而在这种已经由一个相对的上涨转为下跌的趋势走势当中，再次出现地量地价，那么它的空间肯定就比较小，并且它的一个低点很容易是一个反弹低点。反弹低点就意味着它难以去创新高，并且它容易创新低，同时它的空间往往也会被21天的 MA 所束缚。你会发现它连21日 MA 有时候都碰不到，就继续下跌了。
而当均线走平时，市场处于混沌，或者说市场处于上涨时，你再去寻找我们所说到的这一个地量双阴，那你会发现它的效果就会更好一些。如果是均线上行回踩的双阴，那么它的空间也会更大。那么这是我们所要强调的实战优化，下跌资金异动最好在多方的市场当中去使用平量双阴。如果已经进入到空方，那么我们记住，你做的是反弹，是反抽，而不是一个主趋势。好，这是我们呢今天所最后强调的平量双阴。今天我们量学小课堂第7讲地量双阴、平量双阴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到现在。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阿哲讲技术频道，可以点个订阅，点个赞。我们以后有更多精彩视频进行分享，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啦。